此次来山西，除了寻找菩提墓穴，还有一件事儿必须要去做，救一个人。我们天亮前必须赶到泽州。在这等着我们。走。就在里边。就这儿。我们进去吧。我们还不知道里面的情况，你在这儿等我，我自己进去。可是你在这儿等我，放心吧。那你一定要小心。好。什么人？胆敢擅闯大牢，上！林陀，掌门。不凡拜见师伯。拜见师伯。木坤师伯，弟子拜见师伯。都起来吧。没想到，你都成了掌门了。哦，对了。刚才忘了介绍了，这位是门里的小师妹。师伯您出山的时候，她还没来门派呢。你是秦陀，还是唐宇？师伯，弟弟是秦陀。我离开的时候，你还是个孩子。13，那个时候弟子还小呢。唐宇那会儿才3岁吧。师伯。唐宇已经不在了。诸事无常啊！师伯，当年你为了让天下人都知道荣天剑派，所以毅然决然去往了中原。但您走了几年之后，突然杳无音讯。师父他也甚是挂念，多方打听，还是没有您的消息。我也是最近才知道您一直在山西，所以这次来一定要把您救出来。我已是风烛残年。出不出来，又有什么不同呢？师伯，您言重了。您是如今门派辈分最高的，有您在，门派才有主心骨。你们怎么会来山西的？这事说来话长，我们先回去，路上慢慢跟您说。
师伯，幻姐终于又见到你了。又见到了，又见到了。幻姐，快起来！师伯，哎呀，没想到你都这么大了。弟子恭迎师伯。恭迎师伯！起来吧，都起来吧。大师兄，师伯一路劳累，就好好照顾照顾。大伙先出去吧。不凡，掌门，谢谢。大师兄客气了。于焕杰，他今天怎么有点反常是吧？对？你知道我这个大师兄是怎么来到荣天剑派的吗？其实他是个弃婴，他是被莫坤师伯捡回来的。莫坤师伯把他抚养成人，他们情同父子。师伯怕自己不忍心调教他，才让他拜在师傅门下。他小时候的剑法是师伯和师傅一块教的。若不是他天赋不如我的话，剑法肯定会比我高出许多的。我刚刚听你们说，莫坤师伯20多年前就已经走了，他为什么要离开荣天剑派？当时剑派还在灵溪，不被天下人知晓，更不被认可，所以师伯当年就毅然决然去往中原，就是要闯出一番名气来。若说到武功的话，师伯的武功比师傅还高出一些呢。比你还要高吗？是啊，自有荣天剑派起，你的剑法无人可及。那莫坤师伯为什么会在牢里？他当年去往中原之后，突然杳无音讯，他的消息还是齐亲王告诉我的。这也是我跟齐亲王说好，帮他找宝藏的条件之一。当年师伯去往中原之后，的确让更多人认识了荣天剑派，因此也结交了很多武林上的朋友。他失踪是因为当时在戊戌变法时，出手帮了维新派，但变法失败之后，他就被当作乱党缉拿，最终不幸在山西被俘，就一直囚禁在泽州大牢。若不是此次我们把他救出来，他恐怕要在狱中终老了。莫坤师伯辈分比你高，和于焕杰又情同父子，他们会不会？不会。之前于焕杰根本不知道莫坤师伯的下落，我若有此担心的话，大可置之不管。我既然选择把他救出来，就不会顾及其他。更何况，莫坤师伯根本不在乎掌门之位，要不然他当年怎么会毅然决然去往中原，让师傅来做这个掌门呢？而且有师伯在的话，于焕杰多少会有些收敛。你为什么不跟莫坤师伯提我？我是不知道怎么开口，我怕说完之后，他心里会怪罪师傅。你是怕他怪罪你师傅？当年的事儿，你没得选，我们都没得选。那你怪你师傅吗？
他是师傅，没有他就没有我，也没有你。你让我怎么怪罪他？要是你早日成为掌门，该多好！咱们，司令，早上我们在平遥县下的一个村子里发现了一个人，就是之前在上海法租界麦启路和谭仙一起那个女保镖。他怎么会在这里？他能出现在这儿，就说明他一定知道菩提传人墓穴的下落。对，我也是猜测他可能会去菩提墓穴，所以就没敢惊动他，让两个师弟先跟着他，我就赶紧回来告诉你们了。做得好。那这样，我们赶快去找那个女保镖。然后你通知大伙，咱们到平遥会合。去平遥？掌门交代了，马上就走。找到菩提墓穴了。我们在平遥发现了谭仙的那个女保镖，她应该知道菩提墓穴在什么地方，跟着她肯定能找到。姚队，我收拾一下，马上就来。快一点哦。哎。这是什么？太谷饼，山西的特产。刚刚有个伙计拿来的，说是于大哥让他送来的。于大哥，荣天岭的于焕杰，他也在为我们做事，希望他能为我们做事。那个伙计说，于大哥交代，平遥的牛肉，太谷的饼，饼里头夹着牛肉才好吃。这个于焕杰并不蠢了。看来卓不凡已经找到了，他们去了平遥。这个绝不稀罕，随便刨个坑都能挖出来一堆来。可这个上面标的可是饕餮，这才晌午不到，我只兜了那么一小圈，就收了这么多东西出来。穆青兄，葛太兄，兄，此地大有玄机。行了，动吧，我这就调人把村子封死。葛太兄，先把他们村长带过来，问他们村长话。等着。大人，小的是本地的村官，你们盗墓的事情我不管不抓，也不问你们的罪，你只需要替我做一件事情就行。哦，大人，您说，40多年前，差不多是同治年初那几年，有一个盗墓头子名叫铲子，你把他的后人给我找来。啊？或者你带我去他的坟头也行。哦，大人，我只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交不出人，指不出坟，我就抓你全村。依大清律例，偷坟掘墓，当斩杀。大人饶命，大人，您说这40多年前我还是个小屁孩呢。你说的这个铲子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个取宝的高手。
可是我没听说过他有后人，也就更不知道他的坟地在什么地方了。不知道就赶紧回村子里打听去吧。你只有1炷香的时间，自己看着办。穆青兄，你说这1炷香是不是有点长啊？哦，我马上去问，我马上去问。怎么样了吗？哎，往前走2里半的地，再往西边走。往西边走是哪？是赵庄。好，你们俩继续跟着他，记住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是，怎么？是怎么？看来菩提墓穴就在这里了。对。不过，在他没有找到线索或者发现墓穴之前，我们不能轻举妄动，否则就凭汾州府9县这成千上万的坟头，我们自己找得找到什么时候？吴凡，走，吃点东西。还是大师兄心细。金总，给大伙分了。哎呦，来了，真带人来了。不是带，是请。嗯，那个人呢？他是这儿的头，村长其实要听他的。穆青兄这个眼力果然不得了，识人就像我识古玩一样厉害。大人，草民，别废话了，直接说我想听的。大人让草民说什么呀？铲子，说铲子的事。哦，铲子啊，这铲子说的应该是苏师爷吧？苏师爷，说仔细了。是，同治早年，差不多有40多年了。这整个汾州府，就算上整个山西，这眼光最好、最狠、最独到的，就是苏云志苏师爷了。这苏师爷啊，用的家伙就一把铲子，可这铲子在他的手里，那简直是出神入化呀。所以啊，道上的兄弟们都叫他铲子。再后来啊，这苏师爷的弟子啊越来越多，在道上也越来越有地位，所以啊，同行古玩贩子都尊称他为苏师爷了。看来你对这个苏云志苏师爷倒是熟悉啊。别，大人千万别这么想，都是传言。草民就是老实巴交种地的农民，这什么古玩根本就不懂，更不知道什么盗墓了。草民知道这个苏师爷，那是听我爷爷说的，可我爷爷也不懂盗墓，我们家祖祖辈辈都是种地的，也都只会种地。我不管你是种地的还是挖坟的，你要是再跟我绕七绕八，我就把你腰上那块南宋朝的玉给砸了。北宋的。大人，草民的爷爷在世的时候，每年都会去给苏云志上坟祭奠。不过我爷爷死了好几年了，小人又没到过苏师爷的坟地，只是知道地方罢了，就在赵庄西头乱坟岗里。这可怎么找啊？苏师爷啊，一生盗的墓不计其数，早就把身后事看透了，觉得呀，这坟要是修太好了，免不了被人挖，荒冢反倒安全，还落个清净。去赵庄。穆青兄，我看这个村子大有周章，要不然我留下来好好寻摸寻摸，再看看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疑之处。你是想趁机收点便宜货吧？要不我算你一份，给你条件值钱的。先跟我去赵庄，成事之后你想收什么就收什么。是，听穆青兄的。穆青兄，你说这菩提墓穴会不会就在赵庄？
葛太兄，我是隐隐觉着我们就要找到。果然是你，你就是在麦琪路跟谭仙在一起的那个人。既然你能在这儿，就说明我们找的东西一样。说吧，到底该开哪一座坟？我是问你，这菩提传人的墓穴是哪一座？有人来了，人还不少。我请。葛太兄，看来咱们找的没错，只不过今日免不了一场硬仗。哎，我说一句啊，两位高手啊，咱们是先打呢，还是先刨坟呢？这么多个坟，该开哪一个才好？我请。要么你现在指出是哪一座坟，要么我现在就杀了你。哎，柳姑娘，你怎么跟他们在一起啊？你们大可以直接动手，我就算知道，也不会告诉你们的。都来。其实这事儿吧，本来就够糟心的了。就算把这些坟一个一个都掘开，那没个一天一夜也干不完呢。再说了，这事儿缺德的厉害，忌讳，太忌讳。你到底能不能找到我要找的坟？穆青兄，虽说这挖坟掘墓不是我强项，但这其实和古玩多少是相通的。不过，你要找的是什么墓穴？如果能知道下葬的大概年份啊，会简单一些。6年前。6年，差不多行。兄弟，借个家伙用用。枪。这坟至少15年，不对。卓掌门，我带了11个人，个个都是大内1等1的高手，而你们只有8个人，还带着一个女人，你已然落了下风。你们这些所谓的大内高手，我门派随便5个人就能将其解决，更何况我们有8个。不过门三刀，你的确算个高手。这个江湖上的高手越来越少，要不这样，你带你这些兄弟回去，随便找个理由搪塞一下朝廷。朝廷虽然会处罚你，但不至于杀你的头。但如果你跟我交手的话，我会。多谢卓掌门好言相劝，但余皇命在身，唯有拼尽全力，方可不负皇恩。卓掌门，我也奉劝你一句，你如此行径已是犯下滔天大罪，
若再执迷不悟，难逃制裁。你怎么制裁我？你不觉得你说这话非常可笑吗？找到了，6年的坟，来个人挖开看看吧。葛大兄，找到了。这棺材怎么没有关钉啊？准备好，等他们大内侍卫和荣天剑派两败俱伤时，我们就杀出去。走吧，在这当靶子。恐怕现在不出手，以后就找不到这么好的机会了。
东西我们拿到了，我们走。卓不凡，梅三刀，你若执意想死的话，我就成全你。你说的没错，恐怕现在是最好的机会。连北洋的枪都搅和进来，那个领头的怎么看着眼熟啊？那个人不是王地板吗？他怎么带着北洋的兵，还穿着军装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他明明已经被卓不凡杀死了，我亲手摸过他的尸体。地保，你是王家洛？没想到在我的剑下还能投生。卓不凡，放下你手中的剑吧，否则你的荣天岭将从此不复存在。地保，快将他手里的罐子抢下，那个才是最重要的。卓不凡，你若不想我开枪的话，就此刻弃剑，交出手中的东西。丁副官，将此一行命案凶犯，且妄图盗取大清宝藏的荣天岭弟子，缉拿归案。如有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大师兄，带师娘他们先走。都别动！再敢上一步，这东西谁都别想要！走，我们撤！快走！有枪就是厉害。我输了。
葛太兄，让人将这些残片全部都收集起来，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。嗯。这就是净坛秘藏的线索。净坛秘藏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了。我现在追剿卓不凡，追击荣天岭的弟子，除了是为了大姑命案，也同样是为了阻止荣天岭他们盗取大清的宝藏。今天要不是你，恐怕卓不凡就已经得手了。多谢。可还是让他跑了。你是怎么会？你带的是北洋的兵，你穿的也是北洋的军服。说来话长，我得先走了，我请大人，后会有期。地保，啊，你现在何处落脚？汾州。我也在汾州，不如今晚我们酒馆一叙，把你说来话长的话说给我听听，如何？甚好，那就今晚见。穆青大人，告辞。告辞。就是诚心的，把坛子剁得这么碎。这上面肯定有线索，得想办法将其复原拼合才行。嗯，林浩瀚呢？把他给我叫过来。他怎么会不见了呢？找，赶紧把他给我找回来！多悬啊！柳林姑娘，这次要不是我反应机敏，咱俩可就遭殃了。哎，你怎么会被那些凶神恶煞的人抓起来？你看你，要是跟着我不就没事了吗？哎，看什么？哎，你干嘛去？你不会还要回去吧？柳林姑娘，你疯了！再不赶紧跑，小命都要没了，你还回去送死多深？此地不宜久留。走，先回汾州府再说。走。我们在平遥赵庄找到了卓不凡，但让他脱身逃掉了，没能将其擒获。可惜呀，可惜。贾罗，咱之所以让你做北洋的协军校，还给你带兵，就是为了让你追击荣天岭一行，阻止卓不凡一语道破的行径。龙将军，我都明白。在下定然会竭尽全力，为皇上，为大清守住宝藏。我已经命人去前城戒备，搜查卓不凡一行的下落，定不会让他得逞。行了，你也折腾了一天了，也累了，早点回去休息吧。在下不累，在下继续追查。也不知道卓不凡在棺木里都发现了什么，于焕杰到现在都没送来消息。要不想办法找一下于焕杰？不行，我答应过他不去主动找他。况且那个霍秦善用毒虫也不是耸人听闻。再等等。王地保绝不容小觑，你得想个办法再回到他身边去，以随时刺探情报。卓不凡把从棺木里找到的瓷棺，当着你们的面给毁掉了。是。可疑呀，很是可疑呀。这个卓不凡，说不定已经清楚了瓷棺上的秘密，才会出如此之策呀。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帮荣天岭的人的武功实在太高，逃得太快，没能追上。你说这个王家洛能不能把卓不凡交出来？他仔仔细细地安排了手下的人去巡查荣天岭的踪迹，我想应该可以。况且在咱们北洋的地盘上，他是没办法做到不留痕迹的来去的。
你去逆分电文，把什么荣天令、卓不凡，还有内务府也参与到警探秘藏追查事件的前前后后，详细说明。是。报告将军，有人来访。什么人？是谢先生。把他请到办公室等我。是谁啊？北洋的密使，他来找我，一定有重要的事情。中海朝见过谢先生。钟将军，多日不见，颇为想念呐。坐。将军，知不知道灵溪的一个帮派叫荣天岭？好像是一个江湖门派吧。这荣天岭啊，是灵溪一带的没落剑派。前几日，他们突然的离开了老巢，先是去了天津，而后又出现在了上海。最近呢，又去了山西。这伙人行踪诡异，于是我们就查了查，发现这伙人此行的目的，是为了寻找一处传说中的秘藏。谢先生，这件事儿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？跟我们没什么关系，但跟你，说不定就有关系了。先生的话，我不太明白什么意思。荣天岭这个江湖门派，其实是受雇于人，才会如此紧锣密鼓地寻找这笔传说中的庞大财富。这幕后主使，据我们推断，多半就是你钟将军的岳父齐亲王。可我从未听闻此事。果真？绝无丝毫隐瞒。钟将军莫激动，坐。先前我们北洋同齐亲王有协议，协助其政变，而后组建内阁，但是北洋要在其中占据绝对的控制比。眼下若真是齐亲王雇佣江湖势力，寻找这笔传说中的秘藏，那就说明他老人家另有打算。借北洋之力，而后设法控制北洋。谢先生，您的意思我明白，不过请您大可放心。我虽然是齐亲王的女婿，但归根结底，我是北洋的人，是北洋栽培了我，所以无论如何，我都不会忘本的。好，甚好。那接下来该怎么做？钟将军，你清楚了？我会尽快去查一查。如果真的是齐亲王另有图谋，我一定不会对谢先生、对北洋有所隐瞒。难不成齐亲王真的对我有所隐瞒？怎么了？是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吗？跟你说了，你也不明白。我得回府一趟，你把装备给我拿过来。这是干什么？送你的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什么日子都不是。昨天呀，是我脾气不好，不该拿那些陈年旧事来跟你乱发脾气。我这不是特意来跟夫人你赔罪了吗？赔什么罪啊？你又没错。我昨天太累了，我也有不好。行，只要哥哥你不生气，那就好了。我哪有那么容易生气啊？
来，夫人，试试。来，夫人，多吃点。怎么今天还喝酒啊？高兴嘛。哎，我听说父亲年轻的时候也曾习武。好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早就搁下了。那点功夫，顶多在侍卫面前摆摆样子罢了。那他是不是也有一些江湖上的朋友啊？我爹过去顶多和一些侍卫家臣们过过招，他和江湖人士好像是同无往来。哦，那他最近和什么江湖人士有过来往吗？不清楚。我爹的事情，我还没你知道的多呢。你怎么想起问这些了？没事儿，随口问问。来，夫人。你别再跟着我。那个府的人就在你身后，别回头，往集市那边走去掩开他们。你赶紧从这条巷子里面穿出去，记住，出去之后你就在城门外等着我。天黑之前我肯定能赶到，千万别乱走。带走。林浩瀚，哎呀，葛太，终于找到你了！跑？我怎么可能跑啊？穆青兄，葛太兄，难道你们信不过兄弟我？误会，天大的误会呀！那天在乱坟岗，我是看到你们一帮人在那又拔剑又掏刀的，我害怕，我怕误伤了我自己，我就躲到一边去躲一躲，避一避。我受伤了不要紧，我是怕万一耽误了给你们大内办事儿，那才是罪过呢。我呀，躲到旁边去，我一看，旁边有村子，里面有人家，我就想着能不能有什么好东西我收罗来。结果我这一看，就投入了，就把你们给忘了。哦，然后你就自己跑回汾州府来了，还带着那个柳林一起跑的。我怎么能逃跑呢？我怎么会逃跑呢？穆青兄啊，我箱子还在这儿呢，还在驿馆里您给我安排的那个房间里头呢。那箱子里可都是我四处收来的好东西，那是我的命根子。我就是把命丢了，我也不可能把值钱的货给丢了呀。啊，至于你说那个柳林为什么跟我一块儿啊，那我就说不清楚了。可能是那个姑娘也是怕这些刀光剑影的，所以她就跟我一块儿躲起来了。我看古玩呢，她就跟着我一起看古玩。为什么跟我一起呢？我想，这可能就是缘分吧。不过后来证实了，我俩的缘分不是很强烈，因为到了汾州府以后，我们就走散了。行了，闭嘴吧。你得信我呀，我们可是交心的兄弟啊，我对你那可是掏心掏肺。别废话了，你要是真想让我信你，就帮我看看这是个什么东西。穆青兄，你这是发了多大的火啊？这摔了个什么呀？这该不会是当时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吧？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吗？
就这点事儿啊。穆青兄，实不相瞒，那天从坟里把他挖出来的那一瞬间，他露出来，我就认出来，不值钱，就是专门用来放得道高僧的骨灰用的容器。说好听了叫舍利塔，说不好听那就是个骨灰罐。这玩意儿年头也不久，就算年头久了，人客人花大价钱买点瓶子罐子什么的，谁愿意买个骨灰坛子放家里头啊？没事，不值钱，摔了就摔了吧，摔了没什么好心疼的。那你能看出这个瓷器的出处吗？穆青兄 ，Are you kidding me？ 什么？你逗我玩呢吧？这瓷又不是什么名窑出品，而且都碎成这样了，连个印记都找不着，我哪知道在什么地方啊？除非啊，你把这些重新拼凑起来粘合上，我才能看着是什么地方的。葛太兄，把这些碎渣子拿到他的屋子里。哎，拿我屋里干什么？这骨灰坛子我用不上。拿你屋就是让你把它拼出来。穆青兄，不开玩笑的。林天才，你是个天才嘛？我就是要让你发挥出你这天才的能力。如果你查不出来的话，那你就别出来，把他锁到屋子里，不许他去任何地方，敢出门半步，直接砍。走吧，天才。你叫柳林，我叫伊尔根觉罗穆青，你可以叫我穆青，也可以叫我门三刀。朝廷鹰犬。没错，就是鹰犬。我问一句，你答一句。你若是不答或是骗我，我就剁你一根手指。你是同盟会的人，我就算对你用刑，又或是杀了你，根本不会眨一下眼。那你杀了我吧，落入你们手中，我只求一死。我审过很多人，很多人都跟我说他们只求一死，但到了最后，他们都会觉得死实在是太美好了，也太难求了。你之所以到平遥，是谭仙把墓穴的秘密告诉你了，对不对？对。不错，回答的不慢。墓穴的秘密是什么？我不知道。是不是净坛秘藏？我所知道的恐怕比你还要少很多，我连那个瓷罐都没有看清。谭仙还跟你说了什么别的没有？没有。再想想。再想也没有。谭仙死了，东西丢了，我的任务已经彻底失败，还落到你们手中。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同盟会属于朝廷重犯，但如何问罪、如何定罪不归我管。我会将你押回京城，交由刑部。你一个同盟会的乱党，其后果，想必不要我多说了吧？这样，你跟我做一个交易，你现在要是能说出一些有用的，我就现在放你。我说不出，就算我还知道别的事情，也不可能会告诉你们这些人。不急，我还没有那么快回京城，你可以之后再答应。先找个屋子把他关起来吧。穆青青，医馆的房间都满了，关哪儿啊？把他们都给我看紧了。是。柳姑娘 ，What's happened？ 我犹在梦中啊！我缘分，缘分，这是柳暗花明、藕断丝连般的奇缘。哎，我不是叫你从巷子里跑了吗？怎么还是给他们抓回来了？哎，他们为什么把你跟我关在一块儿？我哪知道？不管了，柳姑娘，能再见到你真是太好了，尤其是还能跟你在这同一间屋里。哎呀，我就说嘛，咱俩就是有缘。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啊，还不是那个门三刀啊？这是他们从墓里面挖出来的那个罐子。你能看出来这是个罐子吗？现在被人弄碎了，非叫我拼好了复原。穆青大人，等你多时了，
来了山西，总是要喝一喝汾酒的。怎么？你还真要还我钱啊？我一欠人钱就浑身难受。钥匙还你，咱们两清了。多谢了。这北洋的枪比内务府的刀强。北洋给了我枪，给了我人，但我依旧是大姑县衙的捕快。我依旧为朝廷效力，为皇上效力。4天之前，你已死在卓不凡的手中，未曾想4天之后，你王地保竟身披北洋的军装。这4日里，你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？这4天经历的事情，连我自己都很难相信。你说了说来话长，那就说说看。有意思，你遇上的这个究竟是个什么人？不知道，但我估计应该是个大人物吧。在安阳河边钓过鱼，后边就跟了那么多的随从，要不然怎么可能随便写了一封信，北洋的人就能听命行事？我问的不是那个钓鱼的胖子，是送你上孤州的那个人。此人是谁？意欲何为？内务府第一神探。果然问的都是关键之处。当时我整个人是晕的，迷迷糊糊之中，努力睁开看了一眼，看到了他。虽然很仓促，看得不够清楚，但我认出了他。你我在上海，突然间杀出那个人，你还记得吗？他至少被你我砍了9刀，怎么可能一直追你追到河南安阳？不是，是救他的那个人，就是他。我不是第一次见到那个人了，在天津的时候我就已经见过他了。门3刀，先帝的御前行走，不愧是内衙的第一高手。敢问阁下是？那时我正在追踪卓不凡，丢失了线索，而他就突然出现了。他做了什么？他将我带到一家客栈，而那家客栈正是龙天礼一行曾住过的。在那儿，我查到了卓不凡的下落。若非如此，我恐怕都没法追到上海租界。这个人也帮过我。你我在上海临近分别之后，你杀唐玉之后。对，我快到上海的时候，被一群人给伏击了。是谁伏击你？你说呢？日本人。当时被他们打落山崖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可能现在都惨死在荒野之中。算上河南那次，他一共救了我2次。
怎么不对？若不是他，我在天津就已经跟丢了卓不凡；若不是他，你根本到不了上海；若不是他，你已经死在河南安阳，更不会有今日，成了北洋的协军校，有兵有人。若不是他，你我也不会紧紧地盯着卓不凡，更不会找到山西，找到菩提墓穴。他究竟是个什么人？到底要干什么？他为什么要一步步地将你我往真相的地步中带？但他不是朝廷的人，不是一个江湖中人，他为什么会这么做？他帮了你，也帮了我。你是内务府的2等侍卫，而我是大沽县衙一个小小的捕快，你我之间天差地别，唯一相同的地方，你我都在追击卓不凡。这人所做的一切，对卓不凡是最美丽的，所以他跟卓不凡一定不是一波的。没错，日本人追杀你，他也救了你，所以他也跟日本人不是一波的。是的，眼下你我知道追查禁坛密藏的有你，有我，有卓不凡，有日本人，还有这个人。他应该不会是敌人，他帮过的人只有你跟我。你我还有一个共同点，你我都是为朝廷效力的人。不错，如此看来，他起码不会与朝廷为敌。但是这个人为什么每次出现都如此神秘呢？孤月苍烂河汉清，北斗错落长庚明。管他神秘不神秘的，我们只需要明白，他目前不是你我的敌人。你说的对。如今追查禁坛密藏的人里，只有你我是为朝廷效力。眼下你我合作才是上策。木星大人想怎么合作？既是合作，那从今以后，你我需坦诚相见。全都是为朝廷效力的，我自然会知无不言。我有内务府的刀，你有北洋的枪，我们共同追击卓不凡，联手寻找禁坛密藏，共同追究。但是我们追卓不凡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我已经派人在四处设卡了，想必你也已经动用了北洋的力量在查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平遥墓穴里出土的那个瓷罐子，应该非同寻常，宝藏的线索有可能就在那个瓷罐子上。那个瓷罐不是被卓不凡给打碎了吗？对，但我已经将所有的碎片都找回来了。碎片？若是线索在瓷罐上，兴许可以从碎片中找出来。真不是人干的活啊！穆青兄，看看，兄弟，我可是拼尽全力了。这位是在下王家洛。哦，家洛兄，久仰。在下林浩瀚，林七孤隐，浩瀚无垠。愿意的话，也可以叫我的英文名 Lucky。按咱们中国话意思啊，就是运气好。你有没有从上面找到什么？找，不是我不想找啊，穆青兄弟，我已经悬梁刺股，凿壁偷光，呕心沥血，拼尽全力。不过也只能这样了。怪呀，就怪这个破罐子摔得太破了。最要命的是，它还是从底开始碎的，整个底头全成了渣子，神仙也拼不回来了。穆青兄，你是懂玩意儿的，你知道啊，这瓷器啊，一般款都在这底子上，这底子没了，哪能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东西？您说是不是，家洛兄？哦，如此说来的话，这罐子的底应该是有款的。必然。若不是这样，卓不凡为何要将其击碎？所以卓不凡在拿到罐子的时候，一定发现底部的奥秘，所以故意将其击碎。定是如此。这上面有字。没错，有字，影影绰绰，隐隐约约，不过能认出来的呀，寥寥无几。古篆，仿古篆，是仿的，能认出古篆的字啊，已经是少有，更何况这是残缺不全的呢。我也没认出，穆青大人，你认得吗？看你那一脸得意相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我哪儿得意了？
我不是一直都很低调？到底知不知道？哎呀，穆青兄，你是明白的，这能认识古篆体呀，已经是非常了不得了。这搁过去那都是翰林大学士才有的本事。鄙人不才，还真能认出那么几个来。难啊，就难在他是残缺不全的。你们想想，得什么样的人能从这零星的只言片语当中弄明白是什么意思？那还不得是天才中的天才？到底是什么？来，别生气。吴建超仕至，必至无上道。私愿不满足，誓不成等爵，是一句经文。什么意思？你说这是一句经文？啊，对，经文。说的是什么？说的，家洛兄，我又不是和尚，我怎么给你解经啊？但这些字刻在上面，总得有个说法吧？说法啊，依我看，只能说明这个罐子跟高僧有关，跟寺庙有关。不过，这个底子已经没了，具体是哪个寺庙没法查。既然这个罐子是存放高僧舍利的，那么，这个高僧一定就是菩提传人。我觉得也是。哎，不过里面没有什么舍利呀、骨灰之类的，它就是个空罐子。一般的高僧骨灰舍利都是供在寺庙当中，像这个埋在乱坟岗里，头一次见。那就更有问题了。很显然是为了保存线索才存放于墓穴之中，所以存放这个瓷罐的寺庙才是秘密真正的藏匿点。穆青大人啊，你觉得呢？是，应该就是如此了。看来咱们要从寺庙开始查起了。这样，我先派人去汾州府衙门，让他们把山西所有寺庙的资料全都调出来，用以查证。好，那我也会进阳去。北洋的档案里一定有各地寺庙的相关记载，我们分头去查，一旦查到线索，立即互通有无，一并合作。怎么还没睡啊？辛辛苦苦找到了菩提墓穴，挖出了瓷罐，结果不得已又毁掉了。如今线索彻底断了，下一步，咱们该如何继续呢？你真的以为我是不得已才毁掉瓷罐的吗？所以，你若不把瓷罐毁了，门三刀和那个地堡就会发现其中的秘密。我在底座上看到2行字，我当时就是在无法带走的情况下将其毁掉了，为的就是让门三刀和王地堡无法再查下去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不会阴魂不散地跟着我们。我记得那只瓷罐上好像还刻了几行字，是一句经文，也正好和南少林传人誓死都要保卫净坛密藏的行为不谋而合。太慢了，再来。
好啊，这才够快。好，那小侍卫是什么人呢？回察代大人，那是新入府的兰陵侍卫，名叫伊尔根觉罗穆青。小小年纪，功夫不错。回大人，穆青今年秋天才刚满17，听说他自幼习武，刀法更是出众。他现在何处当值啊？居侍卫亲军，在乾清门行走。 6个人都是3等侍卫，都不是他的对手，让他做一个小小的兰陵，屈才了。升3等，升2等侍卫。穆青啊，穆青，还不过来谢过大人？大人给你可是连升了2级啊！哼，凭这样的身手，就能连升2级？ 察太大人，在您手底下混事儿，也太轻松了吧？那大人觉得，怎么样才能让他心服口服呢？穆青，那位就是萧齐营参领，人称皇城第1刀。哎，小子，陪我玩2招。 升1等侍卫，赐汝尚书房行走。从今儿个起，随我御前护驾。谢大人。几岁开始习武的？回大人话，5岁。这么好的功夫，你的师傅是谁啊？奴才没有师傅。没有师傅？奴才都是自己学，没有正经拜过师。啊。我去面圣，你就在此跪拜吧。这。 师傅，师傅，我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？以我师徒一场，一事不易。园中有散时，既已散，又何必牵挂？可是我舍不得您走。刀过铸剑。 你是刀客，怎么能哭哭啼啼的呢？起来，把眼泪擦干了。从今天起。 我不再是你的师傅了，而且你也不要跟任何人再说，我做过你的师傅。师傅，这是为什么呀？无剑，超世志；必至无上道。私愿不满足。 誓不成等诀。
师傅，你是不是有什么未完成的事情要做，所以要走？这句话，你还是不了解他的意思。或许有一天，你会顿悟的，也或许你永远不会理解。那师傅能不能告诉我？我可以教你功夫，教你修为，但是修心必须要靠你自己未来去行走历练。师傅，好了，记住，从今天开始，你没有我这个师傅了。师傅，难道小时候教我刀法的您，竟然是南少林菩提院首座？难道我此时此刻正追击的菩提传人，是我的同门师兄弟？师傅，您的超世志到底是什么呢？难道就是要将南少林守护了数百年的秘藏交给同盟会？难道您的超世志就是要覆灭王朝，葬送大清？你说过，或许有一天我会断悟。难道这就是您留下来的结果？这些年，我从来没有想过您会是朝廷的逆贼，大清的敌人呢。为什么会是这样？为什么会是这个结果？师傅，我宁愿我从来没有找到这个墓穴，我宁可这个秘密一直埋葬在地下，不被人知道。